四面台。类似的舞台，不管站上来几次，都是依然的让人家兴奋。所以让我用最兴奋的情绪，跟在座的每一位领导人问一声好。各位大领导，各位领导人，各位伙伴，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如果一个声音从前方来，有可能会把我震到去后面去。不过这个声音从四方八面的来，哇，的确让人家感觉非常兴奋。欢迎你们来到这个2019年第一季区域的领袖培训会台湾站，给你们自己本身出席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么有的人说，哇，2019年刚刚开始，对不对啊？我再仔细的想一想，真的是刚刚开始吗？我再仔细的、再深入的想一想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为什么？因为不知不觉中，它已经过了1/6，是不是啊？不知不觉中，差不多已经过了1/6，也就是说，在1年里面的2个月，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时间是多么的快！每次想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时间这2个字的时候，都让我有一股冲劲，想要快速的去冲，想要快速的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各位伙伴，对了，时间的确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无价之宝，是不是啊？无价之宝。那么当时间一过去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说再回来，再往回来。那么我非常庆幸，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加入到瑞威这间公司。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它的确的，在这短短的几年里面，改变我的人生。尤其对于台湾的这一块市场，我充满着100%的感恩。好像你看，类似这样的场面，这样的一场领袖培训会，台湾的第一场的领袖培训会呢，是在于2014年的7月。我非常的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瑞威的领袖培训会舞台，那时候的人数大概有500位，这500位里面呢，有1半以上，都是从国外想尽办法把他们邀请来到台湾这个国家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那一个时刻的台湾的领袖培训会，只有200人。为什么200人？因为50人是员工。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充满着非常兴奋的情绪，非常感动的那一刻，站在舞台上跟在座的每一位分享。那么过了4年多，不到5年的时间，台湾的领袖培训会已经接近1万人。所以刚才当我站在这一刻的时候，上来这个舞台的时候，我一看，环绕一圈，我看一看，内心充满着莫名的感动。所以在我这个3月份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商杂志里面，有被要求说要写一篇文章。我左思右想，我在想，对我们来说，在人生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了很多，然后最后我整篇文章大概想着去珍惜这个环境，因为当我们能够去珍惜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我们所珍惜的事情，是不是啊？当我们能够珍惜自己本身所在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成功。当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去更加爱护我们的家人。所以凡事都从珍惜这2个开始点作为一个开始点。相同的，台湾有今天的这一番规模，刚刚我才收到消息，
我们在2018年的时间，又打破了纪录。打破了什么纪录呢？我们已经很成功的迈入台湾直销界的3甲。这完完全全归功于在座的每一个领导人，献给你们自己本身一个热烈的掌声。来之不易，是不是啊？真的来之不易。有的时候看到很多领导人，能够为自己本身的团队、为自己本身的组织，为自己本身的伙伴，付出他的时间，付出他的所有，想尽办法让他们更加的成功，想尽办法让自己的伙伴更加的幸福快乐。这一个环境值得我们去珍惜，你说对不对啊？所以瑞威它是一个能够每个时刻相互提醒的环境，相互提醒自己本身，我们可以更勤劳一点。相互提醒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可以更负责任一些些。所以我个人非常的珍惜自己能够存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因为的确的很多情况底下，我们往往会忽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的双手，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双手带给我们的各种方便。所以每个时刻，趁着这样的一个环境，趁着一个这样的氛围，让我们能够相互彼此的去提醒，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欢乐带给身边的人，让家庭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快乐。那么台湾呢，到现在这个今年2019年这个3月份，已经迈入第8年，也就是说这个7年的时间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伙伴们付出了很庞大的代价，很大的代价，去追逐他们的成功。那么所以呢，在2019年，小弟我也跟我们的公司瑞威公司去要求了一些东西，作为2019年的这个开始点。那基本上其实已经开始，不过我们的周年的月份是在几月份？在几月份？在3月份，对不对啊？所以在还没有这个领袖培训会，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之前，让我们以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消息，来让每一个人精神抖擞。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时光荏苒，无法阻止我们建筑梦想。时间如梭，我们创造了一个个奇迹。2018年为神话般的10年，画下完美句点，迎来万众瞩目的第1年。我们感动、呐喊，我们感恩、期许，用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为台湾散发耀眼光芒。台湾7周年庆，2019年3月10日，新北市五股工商展览馆。我们都知道3月份会有一个表扬大会，对不对啊？那么台湾的请允许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其实我是想要办一场万人宴。那不过台湾的场地的限制，我们瑞威随便都是一个万人宴，对不对啊？那么场地的限制的关系呢，所以这一次没办法办万人宴，所以在这样的考量的情况底下呢，我只好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那么除了台湾3月的表扬大会在3月30号，在高雄，那么高雄巨蛋，另外一个这个台湾的周年庆呢，会在五股工商展览馆。在这里趁着这个机会，诚心的邀请3星领袖去参加这个3星领袖的以上的一些领导人伙伴们去参加这个周年庆。那么3星领袖呢，在基本上来说，已经是这个晚宴1000人的晚宴已经满了。
也就是说，新加入的三星有可能新加入的一些伙伴在这个月能够完成这个三星的呢，只能够以尽可能一桌坐11个人，坐12个人这样的情况。不过不管怎样，它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喜庆的晚宴，对不对呀？那天晚上你可以打扮得非常漂亮，非常的亮丽，来参加这个周年庆，那么有这个周年庆，还是那一句，要归功于在座的每一个领导人，这个过程中，的确的你们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再一次的借助你们的每一个掌声，给我们的 Reway 台湾每一个领导人。尤其是接下来的这几个讲师，那么第一个讲师要上来的，在台湾 Reway 里面，在 Reway 不只是台湾 Reway， 在 Reway 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我们的飞马领队4，接下来就将会成为飞马领队5的邱彦豪。有一天在台北的办公室，他就很匆忙的想要介绍一个人给我认识。那是我刚刚来台湾不久。那么介绍给我认识，我们的飞马领队是很少会介绍人给我认识的。那天他匆匆忙忙介绍这个人给我认识，他跟我讲：哇，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个人是一个领导人，这个人你一定要见一下。我这样的情况，我就说好，我就很想见他。我在台北办公室那一个时刻，还是一间小间的办公室嘛，我就见了这个领导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啦，彦豪你骗我，我感觉不到他所说的。那么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彦豪你在推崇这个人，他跟我说他认识他很多年。那么不管怎样，都是我们 Reway 的一个伙伴嘛，是不是啊？那我还是有去跟他沟通，去跟他配合。那配合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到，彦豪领导所讲的一点都不假。我发现到他自己本身的定位是非常非常高。从当初还不是一个1星领导人、2星领导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位自己本身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已经去邀请他的伙伴去到这个80楼的台北的这个80楼的台北这个叫什么101大楼去举办这个会议。那一个刹那，我在想，一个刚刚加入不久的伙伴领导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邀请他的伙伴去101去办这个会议，我就觉得说，这个动作不简单，是不是啊？这个动作不容易，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能够看到他对于伙伴的每一个用心。有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很严格，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很严厉，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很友善。不过不管他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只是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他所想的每一件事情，都在想着让自己伙伴成长，都在想着让自己的伙伴的成功。老实说，如果有机会，作为一个 Reway 的直销商，我很想加入在他的团队。他就是一个这样了不起的领导人。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飞马2领队林金莹，掌声。Yes， 我做到了。这一刻，我等了数十年。为什么我等了数十年？因为我从小就有很多的一些的想法，而这一些想法来自于我的成长。
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前面的几个领导人，对我都非常的好奇，为什么我愿意做这些的事情？也很多人对我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那今天我就来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分享给大家。要从我小时候来谈起。我小时候呢，在家庭在嘉义的新港，是一个乡下地方，而这个乡下地方呢，我们是属于在当地算是一个有钱人。可是小时候，因为有钱，所以就有人来我们家里偷钱。结果呢，我的祖母对我非常的严格，她认为这些钱是我偷的，所以呢，就把我吊起来打。我这个人呢，个性非常的强烈，而这强烈呢，就做到了一些的东西，叫做离家出走。那个时候应该只有小朋友这么小的一个人，如果这么小的一个人呢，要离家出走，要有很大的勇气。而我竟然可以从嘉义离家出走到高雄，我可以从嘉义离家出走到台北。在这过程中，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吃饭，我不知道我要住在哪个地方，我只知道我要自己活下来。但是呢，我住在哪里？我住在人家在推卖这个摊贩的地方，那底下呢有一个小洞，我就躲在里面睡觉。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幸运的，我觉得老天爷对我很眷顾。为什么呢？因为在台北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师傅，而这个师傅呢，就告诉我，他想要带着我到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呢，他问我要不要，但是我告诉他，只要不回家，我到哪里都可以。而那个地方刚好，今天这个地方是哪里？高雄。所以呢，我等了数十年，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可以借大家掌声，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把我送到了佛光山，佛光山的大慈育幼院。而当我到高雄的佛光山大慈育幼院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无助的人，因为只有我一个。但是呢，我也觉得很幸运，我也觉得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到了育幼院，有很多的人从四方来照顾我们，尤其我们的老师非常的辛苦，一天24小时陪着我们。那今天我也很特别邀请了我们育幼院的院长肖院长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给他一个掌声。那肖院长呢，是从小时候照顾我到现在的，而现在他还在育幼院里面，在帮助更多的一些的院童。那肖院长呢，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很多的照顾我们的对象，他们呢都是这样的，对我们视如己出，像个小孩子一样。在我们是一个育幼院的孤儿，如果在一个育幼院的孤儿呢，一般来讲都会想要去拿得清寒的奖助金。可是当时我们的院长、我们的老师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所以我们不去领清寒奖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育幼院给我们的一句话，这句话叫“今日你以育幼院为荣，明日育幼院以你为荣”。所以今天我说，我等了数十年，站在这个舞台，可以来跟各位分享我前面的那一段
人生的故事。各位，你没有任何的背景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因为你的人生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的人生不会因为你过去不好而现在不会不好。所以今天我很感恩公司，那我们给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也感恩我们的陈总经理，来，我们给他总经理一个掌声好不好？因为他给我这一次的机会。那这种机会呢，其实人的一生应该没有几次的机会。那所以呢，我很把握这一次的机会，我很感恩有这样的一次的机会。那在这一次机会里面呢，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说，今天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要来跟你谈能够让你得到什么，我要谈的是什么？最理想的合作平台。什么叫合作平台？什么叫最理想的平台？那这个时候呢，我在幼儿园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入我的脑中。虽然我是幼儿园的小孩，可是呢，佛光山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斜坡，而那个斜坡呢，就有一句话，每天我只要经过，我就想一下。只要经过，我就想一下，那一句话我也送给大家。这句话叫做“一切成功在我”。所以要成功，不是在别人，要成功是在于我们自己。从我小时候，我就告诉我，一切成功操之在我。别人想什么不重要。人生短短几十年，我能跟你有多大的一个什么交集？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我跟你有任何交集，我都期望跟你是一个良善的交集，而这良善的交集呢，是可以让你，也许因为我的一句话，改变了一生，改变你的人生。而人生，今天我要谈的是什么？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件叫做什么？健康。请问各位，健康重要吗？确定 ？You sure？ 如果确定健康重要，我常常问很多人，那你回去帮我做一个试调，从你的家里由老到少，甚至呢，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人有没有一个人是从老到少完全100%健康的？各位现在可以想一下，好像我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告诉我：“你这样讲好像对哦，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健康我爸爸是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我的怎么样，我的太太怎么样，我的先生怎么样，我的谁怎么样，我的小孩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要谈健康？原因是因为健康很重要。可是健康现在呢，在我们人生呢，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各位有没有去探讨为什么会失去呢？其实很简单，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每天的空气、阳光、水都出了问题。当空气、阳光、水都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必需品都已经产生了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举例，空气中有没有 PM2.5？PM 2.5是我们不要去出门，我们要呼吸都有可能进到我们的体内，所以最近的肺癌呢非常的严重。那水现在的水质污染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空气、阳光、水呢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人体就自然产生了健康的问题。那财富是很多人今天不管你出社会，你想要维生，你要吃饭，你都必须要拥有财富。所以健康与财富这两个课题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个部分。也希望在今天我可以分享了以后，让你的健康开始有一种改变，让你的财富有一种改变。请问各位，你想要吗？好，今天有很多第一次来的朋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给我举个手，认识一下好不好？哇，还蛮多，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所以第一次来的朋友，我要恭喜你们，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你一定要好好感谢今天带你来的朋友。因为今天你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通通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个公司叫做绿位，所谓绿位就是正确的道路，而秉持的就是正直、正面、正派。好，接下来我要谈什么？你想成功的意愿有多强？你的动机有多强？很多人说我想成功，我想成功，我想成功，好像讲得很容易，可是你想成功的动机到底有多强？我想要成功的动机非常的强烈。那这时候来细数我过去所做的东西。我从年轻毕业了以后，我读的是观光科，那我想要成为观光科的一个什么一员？那这个时候呢？出来就是做旅行社，接下来又做了饭店，饭店的经理是我最后的目标。但我这个人常常在想一件事情：3年后、5年后，如果我这件事情做下去以后，3年后我可以得到什么？而我得到什么，就是这一家公司的最高主管。那这时候呢，我看到了饭店的经理非常的辛苦。我看到了饭店的经理很多的事情呢，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所以呢，我很快的在短短的时间，在当兵之前做了旅行社，回来就转换了。那转换的时候呢，我在想什么？我在想说，如果一个人成功的代表到底是什么？当下，包括现今，所有成功的代表是什么？你拥有了钱，对不对？你拥了钱，好像就是成功的代表。那所以当下我的想法，我要去拥有钱，所以我就去做了中介。而当我要做中介的时候，我这个人很特别，我会想一下，我为什么要做中介？每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说服我自己。如果不能说服我自己，我不想做。因为呢，我要做下去，我就要把它当作终身事业。我要做下去，我就可以做一辈子。那如果不能做一辈子，我在想，那我只能做几年。所以在中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做一个事情，做一个公司，我希望我都能够做到80岁、90岁再来，都不要退休，一辈子都在做。为什么？因为人活着就要动，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退休。所以我想的，如果80岁，我可不可以做中介？各位，你觉得80岁可不可以做中介？可以的，因为怎样？你只要去推荐人家怎么样把房子买卖，在推荐过程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房子的买卖真的是不容易，但是这不容易里面呢，有一个关键，我当时会中介，因为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每天打开报纸写了一句话：一个富人都是从房地产起家的。每个富人都是从房地产起家的，就是这一句话打动了我，主动去应征中介公司，这是我主动的。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发现中介也不是我要的。第一个，他完全没有生活品质，他的礼拜六、礼拜天晚上都要去带看，都要去谈判，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品质呢是没有的。接下来我在想。如果今天呢，很多人要买有房子，其实是一辈子呢积蓄来买这个房子。那如果这房子呢买得不好，这是我的罪过。那如果今天介绍一个房子让人家买得不舒服，买了以后有问题，又不是我能掌控的，那我怎么办呢？那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不喜欢做等待的事情。什么叫等待的事情呢？因为一个房子放在那个地方，要等待买主来买，那是很难的。那必须要用很多的方法去找出让人家来买。那刚刚呢，我讲到一切成功操之在己。当我第一天要去做中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我要做中介，一栋房子几百万、几千万，我怎么卖得掉？而且我那时候那么年轻，所以我心里想，怎么卖得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给各位一句话，这句话呢，请你记得，因为我就是用这句话让我不断的往前进的。这句话叫做勤能补拙。别人做1个小时，我就做3个小时；别人做3个小时，我就做8个小时。所以，在做中介的时候，我可以早上4点去调看板，我可以晚上12点还在做派报，到了1点才回到家里。所以呢，在这过程中，我很顺利的，在短短的应该是1个月内，我就成交了第1栋房子。哇！当我成交第1栋房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兴奋。可是不断的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这好像也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又开始去寻求下一个目标。我在寻求目标的时候呢，很幸运的，在我做中介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启发了我很多的东西。而这个人呢，也跟我一样，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他告诉我，现在呢，全世界各行各业300多行业、400多行业，通通都已经企业化了，唯独这个行业没有企业化。所以呢，现在这家公司呢，即将要走上企业化。那你是不是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来，我带着你去看公司，我带着你去看所有的一切。结果当我去看的时候呢，原来他是龙岩。有没有听过龙岩？有没有听过龙岩？那第1年那个时候，龙岩正在聘请礼仪师。那聘请礼仪师呢，他的要求规定必须大学毕业，但是我当时就高中毕业。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身高要170以上，所以我还符合170以上。但是呢，我有很多的特别点，因为我会跟应考官讲我为什么要来，因为我告诉他说，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市场。什么是市场？因为呢，我常常看报纸，我常常看很多的资讯，我发现殡葬业一年有800亿的市场。请问800亿的市场大不大？所以当下的时候我就去做了。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为龙岩不是殡葬，它是呢把礼仪师定位为服务人员，它是协助沟通的，而这协助沟通不需要去碰到那一些算是这个往生者，所以呢，我只要做一个什么沟通的对象，而这沟通的对象叫什么？叫做礼仪师。而礼仪师就是等于很多的家庭面对了问题以后，他必须要这个在这后段的那一个人生，必须要有人协助，而我们就是在协助这一段的这个对角色。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参与了这个礼仪师，我觉得我很荣幸。在这荣幸里面呢，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人生，很多人生呢，到了40岁，很努力，很认真。原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很努力，很认真，结果在40岁的时候、50岁的时候，人生就离开了人世。而他爸爸妈妈跟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这样子的人生是我要的吗？为什么？因为礼仪师是没有时间的，一天24小时都要在做服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半夜、冬天我要出门，我常常在这个很多的不愿意的时候，甚至生病的时候，我要出门。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生要这样过的话，我觉得不是我要的。但是呢，我也做了将近的10年的这样的生活，在这生活里面，我看到了人生百态。接下来我在看我要做什么。当我在做礼仪师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一家公司的最高主管了，董事长下来就是我。可是当时的底薪7万块，当时的收入每个月将近有10万块，但是呢，我今天必须很沉重的在这边跟大家讲，因为一个完美的人生，应该拥有一个家庭。
但是呢，我因为想要成功的过程非常的强烈，所以我在结婚了以后，就不断的想要去找出更多的方法。但是我本身因为太过强烈了，所以我的另一半也很强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我们两个分开了。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也要谢大家掌声，感恩我的前妻，因为她现在还在照顾我的女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个人当我失去了所有，全部都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做礼仪师的时候，刚好在40岁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有没有听过这本书？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去反省我现在的生活。在富爸爸的生活呢，就是能够拥有一个有丰富的被动式收入，但是要拥有丰富的被动式收入，要不要投资很多的金钱？要不要有很大很大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达到有一个被动式收入，才能达到一个富爸爸。那穷爸爸的概念是什么？每天上班，每天上班，每天打卡，下班打卡，下班回家睡觉，回家睡觉。接下来就什么？退休。退休拿了退休金以后，也不知道干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这本书，打醒我自己。因为呢，我在这个公司，虽然是老板下来就是我，但是呢，我如果不上班，请个假，老板好像要他的命一样。你干嘛请假？我说我有事情。他说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出国，带着妻小一起出国，老板说不行，因为我要请假3天5天，甚至1个礼拜。他说不行，而且呢，有时候勉勉强强让我可以请假出国了。就有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呢，我会半夜惊醒。为什么？我想我回去会不会没工作了？哇，在这过程中的时候，人生是很挣扎、很挣扎的。在这过程中的时候，如果你本身也是这样的过程，现在在场的，也许你还在上班，你是不是有想到有改变的机会？所以恭喜你，今天你很有福气的坐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一无所有，那这个时候呢，我又想接触到2014年。我要感谢我的推荐人邱彦豪，来给他掌声一下。我们的飞马领队，他本身其实我们是在前面有一个工作叫做净水器，我们认识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他很知道我很认真，我很执着很多的东西，所以呢，他推荐我要到瑞味来的时候呢，经过了4年。各位，这家公司来到台湾超过了4年的时候，我才投入这家公司。那为什么会投入呢？我等一下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一段。那所以你想成功的动机到底有多强？当我接触到它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我要的东西。我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所讲的叫做被动式收入。为什么叫被动式收入呢？因为我跟他平常常常有一些见面，但是有一次的活动是不期而遇。当那场不期而遇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金大哥，我可不可以等一下跟你聊聊天？我可不可以等一下跟你谈一些事情？”我说：“要谈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做律位，我清楚。那他难道要跟我谈律位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前面还没有做居位之前，我投入了一家公司，叫做这个台湾虎。而这台湾虎本身呢，它在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客厅成为商场。那它是我的厂商，
而我是他的业务代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公司有货款没有给他，所以你觉得我会不会逃避他？会不会想要逃他？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他在找我，我非常的怕。但是他既然坐下来的时候，不是跟我这样讲的，他说：“金大哥，也送这一句话给大家，金大哥，你很努力，你很认真，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的努力跟你的付出有没有成为正比呀？”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心里3条线，心里一阵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前面的那一个生意里面呢，我有5年没有领薪水，那所以你就知道我做一件事情的坚持力有多强。5年没有领薪水，各位你觉得你可以吗？但是呢，当我一无所有，能够谈到现在要谈的是什么？当我接触了绿位，我就想要做绿位。因此当天他打开了电脑给我看，他说我上个月有90万。当他讲90万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因为我们的飞马领队其实他很厉害，因为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各位，请问台大法律系毕业厉不厉害？听说台大法律系毕业都是总统，对不对？好，那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而且他做了很多的生意，他包括引进的韩系化妆品，开了4家分公司，包括台中、中立，还有这个花莲跟台北。而这4个分公司，我有到台中去，生意还不错。但是呢，他告诉我90万，我以为是他传统的生意所造成的。结果他告诉我，不是，是绿位这一家公司。其实绿位这家公司的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其实在第1年他就跟我讲，我今年有400万，我还是没有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家直销公司。那直销公司，你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怕？那其实，当我研究了直销公司以后，我发觉直销公司才是真正的一个商业模式最好的商业模式。为什么它是最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它可以让需要的人越吃越便宜，它可以让吃不起的人也可以吃得起。请问这样的商业模式好不好？好不好？应该是最好的。好。那3年前呢，当我决定，4年前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呢，我就去做了很多的功课，因为他告诉我那个月有90万，我在想他还有那么多的事业都可以赚90万，那我应该全职来做，90万一定没有问题。好，那他还另外讲了一个人，这个人物呢很重要，这个人物今天也来到了会场，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拿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他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恩迪寿，那我们给恩迪寿掌声一下吧。飞马7，他告诉我说，这个恩迪寿呢，2012年还是负债1000万，他是马来西亚人，结果他在绿位这家公司1年把它还清，还有剩。哇！我听到这一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原来要做的那个通路，就是要拥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今天跟我讲月入100万，我没有兴趣，因为我知道钱是我成功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做了很多的功课。结果这个时候呢，我在想什么？如果 ND 寿他负债1000万，代表他的朋友有没有全部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打电话给人家的时候，人家会说我不在，是不是？因为打电话的时候以为他要来借钱啊，所以我不在。所以在这强烈的一个讲，如果你想成功的动机有多强，那这时候我又再去找一个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要转换跑道了，我已经评估好这家公司了，那我已经决定要做的时候呢，我去找一些朋友，就有一个朋友很特别，他告诉我说：“你既然要换工作，来，我帮你带去找一个老师好不好？”我跟他讲说：“好啊，那你要怎么带我去找这个老师？”他就开车就带我去，在台中。结果老师看到我了以后，要给我要生辰八字，我说我不要。我说你今天可以怎么讲就好了，我今天没有想要给你算，我只是想要他今天叫我来，我只是想要过来而已，配合他而已。结果他告诉我说什么？我给你看一看你的脸，你如果做了这家公司，3年后你将一无所有。
各位，如果你听完这句话，你还会做那个事情的举手？还没有哦。我告诉各位，为什么会做？原因是我已经很多次的从底到顶，接下来要跌下来，接下来再顶，接下来再跌下来。那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人的成功，在于你自己的坚持。而这坚持呢，就像什么？如果今天一个皮球打在地上，会不会弹起来？而那个弹起来就是有气。如果你没有气，就掉到地上就停住了，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很有气，我知道我还可以更好。如果一无所有，有很多人现在是月光族，是不是一无所有？有很多人很努力、很认真，10年后、20年后，他就产生了，甚至他投资了2000万、3000万，都变成了一无所有。所以一无所有又如何呢？因为我看到了里面的很多的精神，因为这里面包括健康的地方，包括了财富的地方，所以我决定要全力以赴去投入。但是3年前他告诉我一无所有，而现在我来跟各位讲，当他讲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有一句名言也送给大家，这句话很重要，叫做“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且将有助于我”。也就是说，所有的不好的、好的发生的过程，都是要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不要去怨天，不要去尤人，认为说老天爷对你不公平，因为老天爷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我记得我去学习去很多的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老师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各位在场的，你们有没有听过82法则？有没有？”那82法则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的公司的营业额都是由20%的人来去产生出来的，好，所以这是叫82法则。但是人生也有82法则。什么叫人生有82法则呢？就说人生在你前面的80%的努力，很认真、很努力、很努力，老天爷都在看。他会在你最后的20%的人生的那一个阶段，用刀的给你，用所有的条件给你，所以你的人生因为你的努力，所以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是抱怨他的，如果你是不愿意去努力的，那你得到的当然20%也不会给你。所以人生的82法则呢很重要。当我听完这个，我觉得太棒了。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且将有助于我。所以来跟你考验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有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以干吧！接下来我来给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的我是什么？2015年1月3号，从我一个人开始加入绿卫公司，而现在我们的团队已经产生了孔雀领队到麒麟领队，将近有超过60位的。我常常讲，成功不一定在我，但是如果我可以帮助很多人，如果能够很多人获利，曾经有一天我在看新闻报道，那个报道是写什么？李安，各位知道李安吗？是台湾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导演。到了美国发迹，做得很好，现在是全球的一个名导演。当然，李安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说什么？李安他当时呢，在落魄的时候，当他没有成功之前，他有一个另外一半很认真的在辅导他。结果我就想说，我来跟我的另外一半沟通说：，你看李安呐、这么厉害，是因为他的老婆他培养一直不断的赞助他，让他有这个梦想，一直要发挥。就当时那个人告诉我，李安只有一个。我当时心里在想，既然李安只有一个，那我要创造更多的李安。而绿卫的孔雀领队，就是我们这一排全排的所有的领导人。那我们给这一排的全队的领导人掌声一下好不好？各位，孔雀领队有专属的位置，有他的名字，有他的桌子，这是多么尊荣！
孔雀领队在我们绿卫公司，它就拥有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收入，而那个收入呢，叫做7位数的月收入。请问7位收入你现在拥有吗？如果没有，我欢迎大家来研究这样的一个平台，而这样的理想的平台，期望你共同拥有。好，超过了60位孔雀领队、麒麟领队，接下来一张飞马领队。哇，各位在场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飞马领队，但是飞马领队呢，一个月要做的业绩呢非常大，非常大。而我一个人开始，现在已经产生了将近有15位飞马领队，而这15位飞马领队呢，今天早上才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飞马领队，高文忠在哪里？来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当他产生了飞马领队以后，我们今天又产生了一个叫做6代飞马领队2。第一个是我的推荐人邱彦豪，第二个是我，第三个是我推荐了一个我们的优秀的领导人飞马领队3冯义恩。接下来他又推荐了一个我们的营造厂的大老板范明俊，今天也是主讲讲师，给他掌声一下。接下来他又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容易的，为什么？其实他是一个贵妇，他每天的生活就是什么？就是做脸，就是去跟人家喝咖啡，吃下午茶。那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陈宏利，飞马领队2。接下来他又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让我很大的一个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如果你在兼职，你不要来做绿卫的时候，我可以想尽办法让你可以赚什么？吃产品不用钱。而这一个飞马领队2呢，是今天所诞生的，叫做何海玉。看到这里，这一些是人物，有这么多人，如果从你一个人就可以创造这么样的一群人，你觉得这个理想的平台是不是你要的？我常讲，成功不一定在我，但是今天我很荣幸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把这样的成果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领袖拥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范明俊范董事长所拥有的，叫做劳斯莱斯。这里面的车子有很多的一个特别性，那个特别性呢，就是前面的车牌它都是0038。那这个呢是公司给我的编号，我很感恩。那这里面的拥有车子的人呢，从27岁拥有一台法拉那个保时捷的跑车，很多人会说这叫炫富。炫富，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讲，什么叫炫富？炫富呢，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而得到，用这样的方法去骗人家，叫做炫富。但是有没有很多人从小就很努力、很认真，就在寻求能够找到一个他们心中梦想的车？有没有？各位，你有没有？如果你有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平台，经过3年、经过4年，又有可能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过去有梦想，你过去有想要的梦想车，但是呢，因为现在的市场，因为现在的工作，你没办法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来到这个地方，有机会让你拥有这样的一切。接下来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我要感恩一位人物。这位人物呢，是我们的孔雀领队廖英兰，在哪里？来，我给他掌声一下吧。这一号人物呢，其实当我接触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为什么呢？因为他既然1年可以卖18栋房子，一个人能够卖18栋房子呢，其实不容易的。但是呢，他做到了，所以我认为他是人才。所以来到绿卫，各位，我不是要找人头，因为人头不重要，因为我不是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不需要卖的。
但是我要找人才，我希望很多的人才能够跟我一起合作，让更多人因为他是人才而帮助更多人拥有了健康，拥有了财富。所以呢，他在过年前就打电话给我，很兴奋的跟我讲说：“进大哥，我跟你讲，我买了当地的我住的地方的房子的豪宅，100多坪。那现在你不要跟别人讲，为什么？因为你讲了以后不好曝光了，因为我还要花600万来装潢这个房子。各位，如果只有努力3年，他就可以买有一栋房子3000多万，又可以拿600万来装潢这样的房子，是不是你要的理想平台？”而当天他装潢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金大哥，你现在可以来了。”哦，各位，很多人会觉得我习惯讲金大哥，其实这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年纪，其实在我们团队有很多人比我年长，但是比我年长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们都叫我金大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啦，你叫我金就好了，金老弟就好了。”但是他们跟我讲什么？这是一种尊称啊。所以我就想说，一个人这样讲，2个这样讲，好吧，那我就欣然接受了。所以我们的廖英男呢，房子装潢好了以后，他就告诉我说：“金大哥，你哪时候要来我家？”我说：“我一定会安排去你家。”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去你家吃一些便饭就好了，我去你家吃一些家常饭就好了，因为我们常常办餐会吃得太好了，所以我希望去家常菜。”结果他告诉我说：“不是，我不是要叫你去我家而已，我还要把我们的团队的3星领袖要把他邀来家里，让我来跟他们分享一些事情。”所以这个相片里面就有什么？他专程请他的儿子开车，开的0038的车子到饭店，我现在住饭店，到饭店接我以后到他家，专车接送，接下来到门口还专程来迎接我。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获得值得吗？人生有价值吗？接下来，他又把他们的一个所有的3星领袖呢，就约在一个他们的会议室，就在那个地方让我分享一些我们人生的成功的一些经验，我们人生在瑞位可以拿到了怎么样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呈现了这一张相片。那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什么？我所有的人生，我所拥有的人生。第一张是在2月15号的早上。2月15号的早上呢，因为我知道这一场的活动很重要。各位，请问这一场活动重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是重要？因为这一场活动将会帮助更多人走向正直、正面、正派，帮助更多人拥有健康、拥有财富的人生的改变，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就告诉我们团队的伙伴，因为呢，过去每一天我都会在办公室的这个会场上课，但是呢，因为去年的8月20号以后，我就把所有的这个活动呢，交给我们下一批的飞马领队做教育。所以呢，我已经将近半年没有进到公司去了。但是因为这场活动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回来帮助各位来动员这一场活动，因为这场活动太重要了。所以在当下的时候，第一张相片，整个教室200多个坐得满满的。当下的时候，我记得一件事情，非常的感动。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需求，想要健康；有这么多人需求，想要财富。所以呢，我常常告诉别人，我的人生因为婚姻的分开，而我失去了小爱，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发挥更大的大爱。那我每天在做的事情，那我常常做很多一些想法。举例，我看到老板，我就想，如果我是老板，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是老板，我要做什么？那每一年的年初开工的时候呢，很多的老板会不会发一个叫做开工红包？其实有很多的老板开工红包真的不够大方，有呢甚至不会花。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红包对一个老板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力量，但是呢，
有可能因为赚钱不容易，所以呢，他就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我在做员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是老板的时候，我要发红包给大家，我要开工红包，要花的很多很多。所以今年我就花了100个红包给我们所有的伙伴。好，这就是当天的拍照的情况，感觉人生的价值有吗？如果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往下看。我所有的人生现在已经可以怎么讲？有钱、有闲，月月出国旅游。来看一下第一张相片。第一张相片呢，是在去年的12月份，我们团队因为参加了公司的一个表扬大会，在新加坡。而在新加坡呢，有7万人的会场，真的非常的浩大，真的非常的让人家感动。那这7万人呢，我们就做什么决定呢？我们就决定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叫做包飞机。各位，你有想过，在你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包飞机的条件吗？如果过去你可能不敢想。但是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欢迎未来是包机正常？为什么？因为每一年公司都有活动，举例6月份有一个叫做周年庆，那12月份有一个叫终极表扬，而现在绿卫公司已经大到不可以再大，为什么？因为现在有8个国家即将迈入第9个国家，即将迈入第10个国家，所以呢，它的这个活动越来越多，那这时候呢，所有人都要往那个地方去。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不要小看你一个人的力量，因为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所成立的。这个人物是我敬佩的对象，这个人物是我不断的在学习的对象。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绿卫的总裁林文峰，请给他掌声一下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包机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那一天呢，我也扮演了机长的角色，在那边做这个广播，感觉真的很棒。接下来每个月出国，那接下来呢，下面有一个相片是来自于杜拜，12月包机，1月份我们又去杜拜，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老板招待的。老板招待我们去开一个会议，到了杜拜。那我们现在呢要出国，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在当地最好的一个享受。为什么？人生赚了钱不是来存款的，是来享受的。如果你有机会得到一切，你应该是享受的，而不是拿来存款，拿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因为拿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造成下一代很大很大的问题。好，接下来我呢，12月到这个新加坡，1月到了杜拜，1月，接下来是2月到了伦敦，接下来3月即将到哪里？到纽约。有没有天天出国？有没有月月出国？你想不想这样生活？很多人小时候在写作文的时候都讲说，我要环游世界。那来到绿卫，你就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过几天，我们要飞到了纽约去了。好，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平台可以达到这样结果，各位，是你要的吗？是你要的吗？是你要的吗？我没有听到声音呢，是你要的吗？是你要的吗？如果可以帮助这么多人，是你要的吗？如果是的话，接下来还有另外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呢，是我从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当你人生达到刚刚我讲的那个内容，你就要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优惠。什么优惠呢？就是坐上商务舱。商务舱，在很多的老板为了省钱，他都不愿意坐。可是商务舱呢，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坐，我觉得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你觉得我的口才还可以吗？我口才还可以吗？
所以如果我自己做，我觉得我的口才 OK， 所以我可以达到。但是若假设不是我，而可以带了一群人跟着把商务舱整个包起来，你觉得这样好不好？那这个就是我的目标。那今天我们也很特别，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的会场，我们竟然做了高铁的第一件特别的事。为什么叫特别的事？因为它叫做包高铁，从第1列到第12列，通通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你觉得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我们今天产生了，咱们给他掌声一下吧。那我要特别感恩我们的范明俊范董，来给他掌声一下。还有我们丽翠那个凤凰领队，给他掌声一下。因为这一场的活动，这个筹备都是由他们2个来去筹备的，所以一切从感恩开始，一切从感恩开始。那感恩，我给我自己这一句话，我也送给大家。当你感谢的多，会得到更多的感谢；当你抱怨的多，会有更多的事情来让你抱怨。所以，要用感谢还是要抱怨，由你自己来选择，由你自己来决定。你想要感谢，你就会得到更多的感谢；你想要抱怨，你会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来抱怨。所以这时候，我把前段讲完了，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什么？我加入 Reway 的所有一切。首先，第一个是我的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呢，是我在2014年的12月份，我做了一些的动作。什么动作？在场的各位，如果今天听完有兴趣跟我们合作的时候，请你这一些动作也要落实去做。什么叫落实去做呢？就是你要先去评估，第一个自己。第二个要评估这家公司是不是你要的，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告诉我的推荐人邱彦豪，我就问他说：“那我已经看到了被动式收入了，所以我想说，那你都怎么做？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活动，有什么方法？”结果他就告诉我说：“金大哥，你有人要谈，我就帮你去谈。那我们有什么活动，我就跟你讲。我就每一次的活动，我一定第一个到。各位，为什么会第一个到？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到第一个到的时候，我可以了解谁会跟我一样第一个到。因为呢，会第一个到的人，代表这个人第一个时间观念很好，第二个他自己一定很优秀，要求自己。那第三个，有可能他看错时间呐、那所以说，在这过程中的时候呢，我去问第一个人到的，问他说：“你为什么来？”所以当下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了一场中立的活动参会，我就第一个到。那第一个到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呢，我就去问她：“大姐，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吗？”她说：“是的，我是第一次来。”我说：“那你是第一次来，那你为什么要来？”就她告诉我说：“年轻人，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呢，我在3年前发生了车祸，造成呢身体的很大的问题。那痛苦呢，痛了3年，背痛，整个身体痛到呢没办法去什么，有时候都没办法睡觉，所以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既然在3天前，我的一个朋友拿了这个产品给我，所以我今天是要来了解这个产品，因为我吃了这个产品以后，竟然背不痛了。我说等一下，大姐，你告诉我说是3个月，还是3个礼拜，还是3天呢？他说是3天，没有骗你。我说真的有那么夸张吗？结果这个时候对这个产品有没有信心？我就发现这个产品很特别哦。接下来我就开始参加另外一个活动，而这场活动呢，在台上分享的是一个小女生，应该差不多20几岁。她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更是夸张。什么叫夸张？她说，她有一个邻居得了一个叫做罕见疾病——泡泡人。各位，你知道泡泡人吗？血管瘤这样的疾病的人呢，他是从19岁就发病，发病呢到31岁，
而这31岁的时候呢，竟然没办法有任何的条件可以改变。那这一次呢，他是接触这样的产品呢，是在哪个阶段呢？是已经送到医院急诊，放弃医疗，切结书写好了。结果呢，切结书写好了，已经放弃医疗了。也就是说，人生是不是走到最后一段了？结果这个弟弟，他的哥哥这样的情况，他本身他的弟弟很舍不得这个哥哥，因为从小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他想尽办法想要能够帮助自己的哥哥，但是呢，一直想不出办法。突然有一天，借着推荐给他的这个小女生呢，竟然出现了一只观音佛像在他的面前。就他一看到那个观音佛像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件事情，他说：“哎，这个人不是之前有跟我讲干细胞吗？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帮助我哥哥呢？”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邻居，他跟他讲说：“哎，你那个东西怎么卖？我想要让我的这个哥哥吃这个产品。”结果他说：“好，就这样去吃了。”在吃的过程中，这个小女生竟然在台上讲说：“这个人从19岁到31岁，他的泡泡人呢是这样子，泡泡全身都是泡泡，而上来以后破掉以后里面是有绒，所以每一天要用长的棉花棒这样清。”竟然听到说他只吃了2个礼拜，结痂了，而且还可以自己洗澡。我一听完这个之后，刚好那个时候新闻都一直在报道泡泡人，我还想说，原来泡泡人是这么痛苦的，原来泡泡人是这样子一个条件的。那如果今天我自己得到泡泡人，我怎么去过我的人生呢？可是当我听到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一个人达到这样的条件，我在想，这就是我要的。原因为什么？假设这样的条件的人有10个，我推荐给他一个好的产品，但是呢，只有2个人获得这样的结果，值不值得做？值不值得做？值得。如果3个人得到这样的结果，那我更兴奋。如果5个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会不会觉得真的功德无量？所以当时的时候，我的想法，这就是我要的。所以我就跟我的推荐人邱彦豪说，我决定全职做了。他当时听到了以后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讲了你4年都不来，现在说要自己要全力以赴要做这个，怎么可能？所以他就在测试我。好，那这时候起心动念，结果呢，我在2015年的1月3号，那加入瑞威公司。那加入的那一刹那呢，公司给我们一个编号，而那个编号呢，台湾叫做 TW。就他拿给我这个编号的时候，我吓一跳。为什么吓一跳？因为我问他说：“这个编号怎么来的？”各位，我们的编号是电脑今天输入马上出现的。好，结果这个编号给我的是什么编号呢？给各位看一下 ，TW5990，后面叫什么？我救救你。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个数字，更是夸张。叫做0080，免钱的啦。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数字给我，我的感觉，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使命。如果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发挥大爱，我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全力以赴，全力的去投入。但是，因为瑞威是直销，所以有很多人对直销非常的排斥。所以当下我在想，怎么样去谈这样的东西？那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我个人是不做销售的行为，我非常讨厌销售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销售是让很多人会排斥的，销售是会让很多人呢会觉得你就是要来赚我的钱，所以我不喜欢销售。所以当时邱彦豪他能够影响我。有2个东西是当天他给我的，什么东西呢？就是这2个东西，一个叫做富豪民的秘密，一个叫做政商。好，
那给我这一本书的时候呢，当天拿给我。其实我当天回去我就做功课了。为什么我做功课？因为如果我想要了解他怎么样90万，你觉得应不应该做功课？那他拿了这本书给我，我一定要好好回去研究啊。所以我那一天忙到了10点，回去在短短的时间我把它看完。当我看完第1页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我们在做通路的时候，我们曾经接触了一个公司，这家公司呢非常的大，而这公司呢在台湾是一个集团，当时呢他做的叫做成人干细胞储存。成人干细胞储存，各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那这个成人干细胞储存呢，是我原来要做的一个生意。那我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个人都有一个想法，我那个想法就是我的企图心。我的企图心就是什么呢？我不做就不做，我不做就不做。如果我要做，我一定要做到这个老板来找我。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投入到那一段。那各位，我要谈的内容下一个很重要，因为呢，能够启发我，也有可能启发你。因为呢，这个生意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意？在过去，我曾经上这个看电视、看新闻，看到了一篇的报道。这篇报道呢，是在报道郭台铭。各位知道郭台铭吗？台湾的首富。当他的弟弟得病了癌症，他曾经昭告全球说：如果谁能用他的干细胞救我的弟弟，那我花多少钱都愿意。所以在当下的时候，我就对干细胞非常的好奇，想要去告诉更多人说干细胞的东西，我要去研究这个东西。所以在2014年的差不多10月还是9月的时候呢，我们公司接触到了这个集团的干细胞成人干细胞储存，我就决定全力的投入。我要投入的时候呢，我已经做好企划书，我已经做好所有的利润分配，我要去跟药局合作，希望能够推动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在这一个公司，他为什么会做？他本身最小的小孩到了美国去读书，那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读了这一个部门，这一个专门这个科。那这门科也学完了以后呢，他就想回来台湾，能够让台湾的人呢，因为他学了这个东西呢，可以帮助更多人得到健康。所以他想怎么样去把更多的这个资讯呢告诉更多人。所以他想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什么？生命医学。什么叫生命医学？就是用自己的血救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血储存起来，放在储存槽里面。当你呢有需要的时候再注射回来。那去年的9月份，因为呢几个集团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9月份国家法令已经通过了很多的这些可以用干细胞注射自己得了一些初期的癌症以及一些问题的东西，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机会。那我当时想要做这件事情。那我看完这本书，我的兴奋是什么？我来分析给大家。第一个，从封面来看，封面呢，它的文字写叫做富豪民的秘密。所以呢，当时我要做成人干细胞，也是富豪名人在用的。而当时我跟这个所有的客户讲完这个干细胞对人的好处了以后，我必须要跟他收的钱是100万。请问100万多不多？非常的多。那我当时讲完是收100万，那收了100万以后呢，这个人还要配合我的时间去躺在一个床上，那经过4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接下来放到一个储存槽，再把这个储存槽拿到实验室，再把它分解成为一个试管，再把它放在储存槽里面。它用的是冻干保存次数里面的零下200度到250度，所以当时我在谈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已经看懂了这个东西。但是这本书拿来给我以后，我在想，这到底为什么他会给我这本书？好，那如果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做这个生意呢？所以我在想怎么做。来，富豪民的秘密，也就是有钱人才用得到的。那假设底下又写了一个句话，叫活细胞疗法。那活细胞疗法呢？在过去
很多人都在研究，而且现在未来会更有趋势一个研究的地方。好，那底下有一个注解：唯一被证实能安全并有效逆转老化的过程。唯一被证实安全逆转老化，各位，逆转老化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可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年轻的5岁、10岁，请问你想要吗？你想要吗？我告诉你，这有没有市场？哇，这市场大到不可以了。但是呢，过去你必须花钱3万美金、20万美金到乌克兰、到瑞士去注射。哦，有没有听过关之琳花了1000万去做注射？有没有？你们看他很年轻。有没有听过蔡衍明花了180万到乌克兰去打干细胞？有没有？所以这个生意大不大？这个生意如果你没有做，会不会存在？这个生意如果你都不接触，它有没有会继续发展？是会的。那假设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我叫你回去研究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有很多的专业医生、专业的院长，因为我用了这本书跟他分享以后，他们现在都配合我们做很多的一个宣传，都希望能够用这个产品去帮助他的患者。什么叫活细胞疗法？这底下的第3章很重要。那我当时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都跟很多人讲：来，我跟你讲，我不卖产品的，产品我不卖的，因为好东西不需要卖。但是呢，我知道销售是很难的。各位在场喜欢销售的举手。没有一个举手，都不喜欢销售，对不对？那我来教一个不销售的销售，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去上过一堂课，这堂课呢是3天，那这3天的课程呢，它的名字叫做巅峰销售。各位，巅峰销售知道很厉害了，对不对？哦，巅峰销售，就第1堂课的时候，老师一上台就问大家说：各位，我们今天上的是什么课？所有人就说巅峰销售。但是老师既然讲的第1句话是怎么样？巅峰销售就是停止销售。啊，有没有傻眼的？有没有傻眼的？来，我跟各位讲，为什么呢？因为老师接着讲，销售必须要找到对方的需求，清楚了吗？销售必须找到对方的需求。那如果逆转老化，是不是很多人的需求？好，接下来看到第3章，第3章写到活细胞疗法，全世界每一天都在进行，全世界关于血小板输血液的这一些呢，都属于活细胞疗法的一个部分。而底下又写了一句话：没有人确实知道活细胞疗法是如何操作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人是由什么组成的？细胞。请问我们人体有多少细胞？是不是超过60兆？那如果超过60兆的组合复不复杂？多复杂？多复杂？我告诉各位，复杂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长不一样，有没有像？有没有复杂？所以这么复杂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活细胞疗法是如何操作的。那基本上，细胞疗法就等同于器官移植的概念。好，那接下来呢？器官移植，什么叫器官移植？瞳孔、眼睛移植算不算器官移植？心脏移植算不算器官移植？肝脏移植算不算器官移植？我很多的朋友很讨厌，为什么？很喜欢喝酒。那在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呀，酒少喝一点呐。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没有关系啦，酒喝没关系，到最后大不了到大陆再拿一个肝换一下就好了。所以这叫什么？器官移植。那其实这里面呢，不是在移植器官，其实在移植器官里面的新生物质。那过去呢，都用注射移植入的方式，而现在已经有口服了。请问各位，如果口服可不可以帮助更多人？如果口服可不可以让更多人受益？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谈的是什么？假设我要做这个生意，那这样的生意是不是存在？那我要找的对象是来跟我合作，而不是什么我要销售给他这个产品。那我接触了这个产品了以后，我就去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我们的玉恩飞马领队3。
那当时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这里面的内容呢，在第5章，我怎么讲？我说，活细胞疗法它对人的好处，活力、体力、精神耗损、病愈后康复、早衰老化、脑、心、肾、肺、肝及消退器官出现衰退等任何细胞受损老化，通通有关系。那当时他听完以后，觉得哇，讲的有够夸张，真的夸不夸张？超级夸张。但是呢，在这过程中，我在讲的时候呢，第1年我在讲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号入座了，很多人就吃了这个产品，但是要吃这个产品都问我一句话：哎，林先生啊，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才刚做，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对你有没有效。但是假设你曾经去看过医生，你有没有看过医生？那你这个问题多久了？那如果这么久都没办法解决，这是不是一个机会？但是不是你的机会，是我的机会。为什么是我的机会？假设你今天吃了以后，你吃得很好，请你回来告诉我，因为我要把这个过程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呢，我刚刚特别讲到玉恩呢是吃了2颗，竟然隔天早上他的过敏的问题，竟然在短短的1天，让他的过敏的这个鼻子的原来阻塞变成有呼吸感，变成让自己可以很快乐的出去，不用再吃那个什么过敏的药。请问这样的值不值得？所以我就拿了这个案例，天天讲，结果哪里知道，绿味这个产品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吃了这个产品，一下子那个2颗达到这样的效果，跟他一样过敏的，那一个也是跟他一样过敏的。你觉得我有没有信心？所以我只用一个案例开始去做这样的东西。好，接下来看到后面这一章，这一章呢，我当时跟他讲，他就决定要买了。这个章呢是女孩子最爱的。好，什么样女孩子最爱呢？活细胞疗法对人的好处：肤质更细致，肤色更均匀，皮肤柔软光滑有光泽，淡化雀斑及黑斑，滋润皮肤，消除细纹皱纹，还有加强皮肤的更新过程，以及减少疤痕，调节天然的皮脂分泌，以及缩小粗大毛细孔，帮助女性紧实松垂胸部，活化细胞组织及器官，增强免疫力，改善敏锐度及智力功能。各位，这一块女孩子怕老怕丑，对不对？很多的同学聚会的时候，看到我的同学比她还年轻，比她还漂亮，他已经问她说：“哎，你最近做了什么？还是你最近吃了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一块的市场大不大？告诉各位，这一块市场叫做医美市场。好，那我们的玉恩呢，当时就是看到这个以后，就跟我讲要买了。我跟他讲说 ：“No， 我们要卖给你哈。如果你要买，请你一定要到我们的会场来，让你了解了以后。”真正要吃的时候再来吃。好，谈到这一块，这样的市场存不存在？如果今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帮助很多人，接下来到最后面那一页，许多退化性疾病，如关节炎、糖尿病、老年痴呆症、骨质疏松期循环失调、更年期阳痿及慢性疲劳，皆可从新鲜的活细胞取得。请问各位，有没有掌声一下？为什么你知道吗？我都背起来了。从我第1天开始讲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本当作圣经，天天念给人家听。那念给人家听的时候，很多人说那不可思议嘞，为什么它不可思议？一定有原因的。注册这么样的高端的生意，这么样的高端的一个市场，它如何让你口服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技术，叫做4大技术。当时如果公司为什么每一次邱彦豪跟他的太太每一次邀请我到他们公司去参加说明会，那在参加说明会的时候呢，他就给我看他们公司的那一些的内容。那一些内容呢，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兴趣？我认为那公司包装的啦，那个是公司包装的。有没有很多公司很会卖东西，很会包装，会不会？但是如果今天要是我要相信我自己，我一定要去讲他讲的东西，我怎么求证啊？举例。各位，绿味这家公司的产品来自于纽西兰，请问纽西兰的产品有没有很多人相信的？有没有？纽西兰产品好不好？很好。但是呢，这一家公司的原始的国家叫做新加坡，
当这个新加坡的公司呢，它本身拿到这样的产品的时候，他们都告诉我一句话，他们说新加坡的公司啊，如果它的产品食品在新加坡超过3年，你不用担心了。我这个人哦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认为说黑龙江的话术。后来有一天，那我们的马来西亚的 No.1 Simon Wang， 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他来到台湾，那因为呢我要做这个生意，那所以呢我就会找出各个人能够让我去问的人，不管什么问题，我不是问1个，我是问2个、问3个、问个4个、问5个。就那个时候 Simon Wang 来到台湾，我就问他这个事情：凭什么新加坡的食物在他们国家就可以达到3年以后，我们不用担心？所以在当下，他跟我讲什么？他马上拿起手机搜寻一个资料，网络的资料。他说，因为在几年前有一家公司，它的营养品造成了国人将近有10几万还是30几万的人呢，吃了这个产品，造成身体的一些的伤害。所以当下的时候呢，政府就要求规定，好，他本身随时都可以到他的架上去把东西拿回去验，如果有问题，直接就什么判刑，甚至呢有了鞭刑。新加坡还有鞭刑，各位知道吗？知道吗？好，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我了解了以后，哇，原来是这样。但是在去年，新加坡成为食品安全的世界 No.1。所以我们所代理的叫做世界 No.1 的产品，这样了解吗？好，那这4大技术呢，写在这个地方，而这4大技术很重要。我常常跟很多人讲，我今天不去说服人，但是我有告知的义务。什么样告知的义务？让你清清楚楚我到底在做什么，你能不能跟我合作，而不是我要卖你这个产品。你有没有需求？是你刚刚在看的时候，你的需求是不是出现了？如果没有出现，没关系。你以后要买，再找我买就好。不管你5年后、10年后、20年后要买这个产品，你找我就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是，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有可能等你需要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机会。而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就是，当现在的人生病了，吃药打针，它是唯一的选择，他去相信医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们现在告诉对方，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而那种方法叫做活细胞疗法。那这4大技术呢，关键有机会各位到我们的会场去了解，我今天就不在这里细述了。所以我的起心动念，那刚刚在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其中我们就有伙伴来到我的会场，来到我会场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一些东西，结果因为当时我的人生是这样子的。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相片？这个相片呢，有没有看很老？跟现在比有没有差别？我牺牲大不大？哎，没有个掌声。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把过去不好的先过来给人家看，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人，今天也来到会场。那当时他看到我这个皮肤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哎。”你说你们东西那么好，那到底你的皮肤会不会好？各位，如果你想做这生意，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会，我认真吃应该会好，一定会好，对不对？各位，我不是这样回答的，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说哈，对不起哈，何小姐，你是消费者，我也是消费者，我干嘛为老板背书啊？哎，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在销售的吗？那这个人叫何林丽，非法领队1，来给他掌声一下吧。而他今天也坐在这个地方，也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没有人做生意这么老实的。那我跟各位讲，做绿味就是真真诚诚，你不需要去骗人，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没有吃的没有感觉，你要告诉别人有感觉。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产品会说话，这个产品会让我的皮肤40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皮肤？因为我那时候在流浪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乱吃，造成身体很大的问题。皮肤就是我很大的一个外观，而这外观呢，就造成了我很大的痛苦。走到哪里，别人看到这个地方呢，都会离我一段的距离。好，结果这个是不是我剪辑的？也是我们底下的伙伴。当时我去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叫诈骗集团。
但是现在他也是我们的伙伴，也是在分享这一个东西，而也帮助了他的家人，甚至他的老公、他的小孩出了车祸，因为这个产品让他们很快速的恢复了健康，脚断了以后，竟然现在可以跑步，一个小朋友。所以在这过程中，产品给我的改变。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就比较沉重一点了。但是要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请各位不要拍照，不要录影，把它拿起你的录影机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台湾，那台湾呢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营养品、保健品是不能讲疗效的，但是呢，不能讲疗效没有关系，我们讲事实可以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相片。第一张相片，这个案子来自于一个人，这个人今天也来到会场，叫做 Joji。Joji 在哪里？他是我们的孔雀领队。他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自己的太太得了三叉神经痛呢，将近10几年。他住在澳洲，负责牛肉的出口。那这个部分呢，在他这个接触他的朋友呢，跟他讲这个东西，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哎呦，骗人的啊！那有可能10几年来，我一下跑台湾的医生，一下跑到澳洲的医生，我都一直不断的在给我老婆不断的能够改变她的三叉神经的问题，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啊！这个东西怎么有可能呢？结果哪里知道，他给他太太吃完了以后，哇，他的太太就不再那么痛了，在短短的时间就解决他的这一步问题。那本身呢，这个人长期住在澳洲，但是呢，他常常会回来台湾干嘛呢？吃一些蚵仔米线，吃一些臭豆腐，吃一些肉丸，所以他常常会回来台湾呢，1年1次2次回来吃这一些的小吃。但在吃的过程中的时候，他就介绍了他4个很好的表妹、堂妹。那跟他们讲完以后呢，他就回澳洲了。哪里知道，这样的产品在他们的表妹的身上也产生了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表妹产生了结果以后呢，就要去分享更多的人。那其中有一个也是我们的孔雀领队，来，林密在哪里？我们也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他本身呢也是过敏的问题，也是在短短的几天解决了过敏的问题。那他的小孩、女儿跟他的女婿都在高雄，都是职业的医生。那他长期吃他的女儿跟他的儿子的药，一直10几年来，他都没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结果我们的 Joji 拿了这个产品给他吃了以后，竟然说他的过敏的问题也可以不吃药就可以停止了过敏的问题的。所以在当下的时候，他就想，我的妈妈刚好呢皮肤的问题不好，所以他就拿给他妈妈吃。那他的妈妈就是第一张相片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呢是88岁。那当时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各位有没有听过帕金森症？那现在全世界有没有针对很多人在研究帕金森症是如何调整，能够帮助很多人健康的？我遇到很多的医生，我遇到很多的院长，我就问他们说，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帕金症能够恢复健康的一个结果？这医生跟我院长讲，医生跟院长跟我讲，他说金不可能，现在的药物呢只能延缓它的恶化。那结果这个呢，88岁的阿嬷住在花莲，有没有看他拿麦克风？因为呢，他吃了这个产品以后，变成健康维持良好，生活品质改善。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实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一章呢是一种感动。什么样的感动？在过年前，我们团队呢办了很多的春酒，而这春酒呢，很多的团队都很认真的去把它办得非常好。他希望能够邀请他的所有亲戚朋友，能够跟他共享这样的荣耀，共享这样的结果，让他可以招待他的这一些的人。
所以呢，他们办了很多的这个尾牙。那接下来有春酒，那就来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我们的徐大哥。今天徐大哥有来吗？有来吗？好，那他就直接来找我，找我什么？找我说，金大哥，我对你很想要跟你聊聊天。我说怎么吗？他说我对这个产品太感动，太感动了。怎么样的感动呢？我说到底怎么样呢？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怎么样吗？结果他告诉我说，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糖尿病了好几年，在好几年的情况下，在1年前，我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因为糖尿病产生了并发症。各位知道糖尿病有并发症吗？这个徐大哥，他的并发症产生成为双眼失明。各位，当他成为双眼失明，家庭的支柱失去了，请问家庭会不会一团乱？所以呢，他的太太到处在寻求能够帮助他先生的一个方法，一直在寻求，看医生也看了，所有东西去寻求了各种方法，结果呢，竟然都没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在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在3个月前，也就是说他1年前失明，将近有7个月的失明。那3个月前呢，刚好他的太太来到我们的会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资讯，听到叫干细胞，他就觉得，这会不会是我老公的一次的机会？所以当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产品带回去给老公吃，但是这个老公说我不吃。各位为什么不吃？你知道吗？因为不了解，因为医生说那是没可能的，因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他不愿意吃。但是老公只有一个，老婆今天如果他没办法行动了，他今天没办法走出去了，他要帮忙他，还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在想，这是一次的机会，是不是应该给我老公一次机会？所以用求、用拜托的，就让她老公把它吞进去了。在吞进去了以后，3个月以后，他竟然今天来到会场。生活品质改善，健康维持良好，感动吗？所以这就等同于器官移植的概念。第3章，这一章我也非常感动。怎么样的感动？这个谭大哥，他的老婆来到我的会场的时候，跟我讲，他说我得了癌症，可是我知道你们讲这个产品那么好。我怎么样去分享这个产品给别人？我跟他讲说，大姐，不要急，你的健康重要。如果分享给别人不重要，因为你自己健康才是重要的。那这个呢，阮大姐今天也来到会场，阮玲英阮大姐在哪里？我们的孔雀领队，我们给她掌声一下吧。这个阮大姐，她告诉我说，她的先生也是生病的，她自己也生病的，而他们以前都是记者。那谭大哥呢，本身以前是美食记者，那美食记者呢，对美食呢是每天在吃的，所以呢就造成身体的问题。而这问题呢有多严重？在13年前，他的胰脏炎，急性胰脏炎，造成呢要把胰脏割掉80%。各位，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时候，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团大哥既然割掉80%的胰脏，还可以活到现在，所以不要怀疑医疗。好，但是呢，这个谭大哥接触我们的东西了以后，他就开始吃这个产品，吃了1年，他再去健康检查，去台大医院检查，在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听完以后，你也会觉得夸张。他叫什么呢？他的胰脏已经恢复了跟新生儿一样的完整了。谈到这一些的东西，感动吗？值得吗？如果我从开始做的时候，我常告诉我自己，我做什么事情，我做了3年，我做了5年，一定要去检讨我自己，我是不是在帮助公司？我是不是帮助这个老板在助纣为虐？是不是在骗人？如果我是骗人的，我就赶快走，不要做了。所以呢，
当我得到这一些的感动，每一个人都把这个他得到了这样的好处，回来90度的鞠躬，告诉你说：“金大哥，这个产品帮助我太多太多了。”如果讲到这里，请问什么是生意？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生意，解决问题就是最好的生意，救人就是最佳的事业，对不对？对不对？如果这样的生意就在这个地方，所有事情是没有100%的，但是如果有10个、有2个得到这样的好处，值不值得我们去做？值不值得？有3个得到这样的好处，值不值得？非常值得。所以这是一个事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瑞威公司2008年成立在新加坡。那成立的时候啊，它的目标就要成为世界 No.1。它的目标很明确，它要把这个公司带到全球去，让全球的人可以得到健康，可以得到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瑞威公司的老板林文峰总裁，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那我本身接触瑞威的时候，我只认识一个叫做邱彦豪飞马领队5。那我怎么知道公司呢？那我个人有一个怪癖，那个怪癖是什么？我要做这家公司，我一定要了解这个老板在想什么。因为这老板如果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在跟他做的时候很危险。因为什么很危险？因为我跟了很多的老板，都是老板下来就是我。那我常讲，伴君如伴虎，老板随时要出什么招你都不知道的。所以呢，在当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所以呢，我就做了很多的功课。而这个功课呢，就是什么？今天要告诉各位，叫做每会必到，每到必会。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家公司，它的所有活动，你要不要参加？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拥有你的人生的改变，你要不要参加？所以，如果能够每会必到，每到必会，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对不对？所以我个人也是因为的想法，所以这时候呢，每会必到，每到必会。那到底这一家公司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条件？这家公司能够让我拿到了什么？来，给各位往下看一下。第一个，现在台湾有8家分公司。全国有已经全世界有8个那个国家拥有各个分行啊。下个月3月18号，香港分公司也要成立了。哦，各位，每一个分公司每一个礼拜，它都有举办什么 NDO？ 什么叫 NDO？ 就是让很多的优秀的人来到这个公司的会场，来分享他的成功的经验。请问，成功的经验重不重要？那所以 NDO 很多人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都在哪里？都是到那个地方做批评者。什么叫批评者？站在台上的人在讲什么啊？讲那么烂，也叫这个人去讲，有没有很多人这样的态度？那我告诉各位，我的态度是什么？当我每次到 NDO 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影响他投入到这家公司？这个人到底什么原因让他愿意做这家公司？哇！我就听到了什么飞马之夜，我就听到了什么这个培训会，就像今天的培训会一样。所以呢，我就在听着的时候呢，我就学了很多。那我常跟我们的伙伴讲，每次的 NDO， 你的态度是什么？假设那个人能站在台上，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学习他？有机会换你站在台上，而不是去批评他说讲那么烂，他都让他来。那我跟各位分享，我还跟你讲说，如果讲那么烂都可以站上去，你比他优秀，你要不要站上去？你要不要站上去？所以 NDO 是我们瑞威公司呢，能够让很多的这一个什么成功者在这个地方的会议可以参与。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产品说明会，那也是每个礼拜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产品说明会。那有一群的优秀领导人都会在每个分公司去把这个产品呢告诉更多人。但是你相信我，你来到了瑞威以后，你会发现瑞威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呢不是要拿，是要给。
给什么？给你更健康，你要不要？给你更这个有财富，你要不要？哦，可以更美丽，你要不要？哦，可以更快乐，你要不要？所以他不是要给，所以来到我们的会场，我们不会叫你买，我们只告诉你有这样的资讯，让你知道说，如果过去你遇到的问题你没办法解决，现在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产品说明会呢，是我们公司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接下来，各国的领袖培训会。那各国今天在高雄，就是我们台湾区的这一个区域的领袖培训会，我们给公司一个掌声好不好？那这个领袖培训会呢，其实有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地方，听完一整天以后，他发现怎么有这么好的公司，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景象？那个景象就是基本上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都自己穿的西装出来？有没有？有没有穿得很漂亮这样出来？好，那我第一年开始在做的时候，我有一个准则，那个准则我自己要求我自己的，3不讲。有很多人觉得我接到一个好的机会，我要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结果我有3不讲。什么叫3不讲？第一，服装不对不讲。为什么服装不对不讲？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富豪民的秘密，这是一个高单价的东西。如果我今天穿的随随便便在分享这个东西，你觉得专不专业？是不够专业的。所以我的服装不对不讲。所以如果我们团队伙伴只要看到我当天是牛仔裤，穿的布鞋，穿的衬衫，他们知道我今天都不会讲话，我今天只吃东西，我今天只在玩。好，服装不对不讲。第二个，时间不够不讲，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意，这样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未来，要不要用一点时间来分享给大家？是需要的。所以呢，时间不够不讲。那有很多人刚开始跟我合作的时候不习惯，举例有一个人带了一个伙伴来。那带了伙伴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晋大哥，我记得那时候是公司的 OPP 结束，那 OPP 结束差不多在9点多，那结果呢，公司差不多在10点要打烊，那他差不多出来跟我聊一下天，差不多已经9点45分，就他跟我讲说：，你跟他讲一下这个公司怎么样去能够让每一个人吃不用费用，可以吃到免费，甚至可以赚到钱的方式。我跟他讲说，可不可以明天再来讲？为什么要明天讲？”因为时间不够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晋大哥，你赶快讲，你赶快讲啊！”我说：“还是明天讲好不好？”那我就跟那个黄先生讲，我说：“黄先生，我现在可以跟你问一下吗？你明天有没有空？”他说：“明天有空，怎么样？”我说：“明天下午，我们中午刚好有个餐会，你是不是可以来我们餐会的地方？”他说：“对不起，我那一天没办法，明天没办法在餐会的时间来。”那我说：“那3点来到公司可不可以？”好，结果对方跟人讲说好可以，结果我说好，那黄大哥，那你先离开。结果我的伙伴就告诉我说：“晋大哥，你为什么不讲呢？讲制度这么简单，10分钟就可以讲完，5分钟就可以讲完，为什么你要讲那么不要明天再讲呢？”我说不用急，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不讲。所以我有坚持。结果隔天，各位你觉得他没有来？因为我的伙伴跟我讲说，明天他不会来啦。我说我跟你打赌。就明天，他准时在那个时间出现，而且听到了完整性，而且当天就把产品带回家里去了。所以时间不够不讲，这是我的坚持。那第3个，地点不够不讲，地点不对不讲。有时候今天我有到你家，今天我到你的公司，我就不讲这样的内容。为什么不讲？因为我讲了以后，你可能在忙你的事情，你可能在忙你的公司。那这个时候我讲的时候，你也不会专心听。所以这个时候呢，讲这样的生意有可能会造成你负担，所以我干脆不要讲。好，所以呢，在这个领袖会里面，你有没有得到很多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来看的是什么？第一次我参加领袖会是在2015年的2月8号。为什么每会必到？因为那一次在台上分享的人，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力量。什么样的力量？刚刚我有介绍我们的何林丽飞马领队1，他当时来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高尔夫球教练，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健康宝宝，他是一个很重视自己的生活饮食的人。结果在他的身上吃了这个产品，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他每一次来到我会场，都会告诉我说：“这个还要吃吗？
吃了都没有反应，我干嘛要继续吃啊？结果后来在那一场领袖培训会，我因为每会必到，每到必会，来了一个中医师。这个中医师呢，在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说他从小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所以他很想成为中医师，所以他很努力，很努力，努力到呢，他很年轻就已经开了3家中医。那结果那一天呢，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接触这个产品，不知道是他的朋友介绍给他的。那介绍给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当作白老鼠来试验，因为呢，他说公司跟他讲，这个产品是属于食物等级的。食物等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伤害我们身体的。它本身不像食品，什么这个会有一些添加物，它是属于食物等级的，所以他就拿自己的身体来试验。第1天吃早晚2颗，第2天早晚4颗，第3天早晚8颗，第4天早晚10颗。结果他在身上呢都没有任何反应。就他没有反应的时候呢，他在想自己，他说：“我是神经病哦！很多人说吃了一个产品会有反应，那我没有反应，那代表这个产品不错啊。”所以当下我听完了这个培训会，我就回去告诉这个何林立飞马领队，我就跟他讲说：“哇，太好了，你没有反应太好了。”各位，如果吃了一个产品，原来他很期望有反应，结果没有反应，我跟他讲太好，他会怎么样？他应该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有病了，结果我跟他讲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反应，可以帮我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这个产品这么好，在一个健康的人的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是食物等级的。所以为什么每位必到？在各国的表扬大会，3月30号即将在我们的小巨蛋比赛有一个表扬大会。很多人是因为参与了表扬大会，因为公司对每一个飞马领队、孔雀领队以及所有付出的1星、2星、3星，都非常的尊崇，都非常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舞台，在表扬大会来帮助我们呈现我们人生的一个未来。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表扬，其中飞马领队的表扬，它就如同于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对象一样，从地底下升上来的那个表扬大会，你觉得这感觉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这个是你的平台，是你想要参与的会议，3月30号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再邀请你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一场的表扬大会，也期望你可以回去把你的亲戚朋友把他邀来这个表扬大会，这样好不好？好，接下来星级会议，因为公司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大呢，因为有聘接，所以这时候呢，公司很用心、很认真、很努力的想要让更多人成功。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星级会议。所以各位，如果在场的每一个人还不是星级的，请你第一个目标赶快挤上星级会议。而这星级会议呢，可以拿到更多的东西。好，再来往下，见证大会。因为这个产品很多人吃了很感动，所以呢，我们用一些方法让很多人自己亲眼来看到，不是我说了算，因为我说了不算。由亲眼吃了这个产品的人，让他在你的面前呈现，所以呢，这叫见证大会。所以有机会，你也可以来参加各个团队的见证大会，以及公司所举办的见证大会。好，接下来叫做什么？事业见证分享会。这一个呢，我要特别给我们台湾区的总经理来给他掌声一下吧。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活动呢，是由台湾区的总经理自己争取的，自己办的，很多国家并没有这样办，而他的办呢是北中南东，每一个月都至少每个礼拜有一场，每个礼拜有一场，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家公司的老板就在想，我怎么给的更多，我怎么给的更多，所以给的这一些会议重不重要？接下来另外一个叫精英之夜，这个精英之夜呢，就是我们前排的这一群人，坐了椅子桌子的这一群人。那他们叫孔雀领队。那第一次我参加的精英之夜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感觉。那个感觉是什么？我的人生怎么样能够更好？我常常看到很多电视在呈现，很多的有一些上流社会，他们都有一些小聚会。那聚会的时候都穿着他的晚礼服，他穿着他很漂亮的衣服，出席一个宴会，大家共同去这边聊天，拿着这个茶酒在那边敬酒，
哇，我参加了公司的第一场精英之夜，我就觉得我好像进了上流社会呀。好，所以精英之夜呢，是我们很多人必须去争取的部分。好，接下来往下看，这叫飞马之夜。这飞马之夜呢，是我们瑞威公司对一个飞马领队他的最高尊崇，而老板他不只针对飞马本人，他还让我们可以携带我们的另外一半，而是合法的哈啊。好，携带我们的另外一半一起共同出席这样的飞马之夜，而且还是这样子呢，让更多人呢了解瑞威在做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也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事业，可以告诉他说，瑞威不是只有要他们赚钱，它是要全方位的，让很多的家庭甚至经济所有的精神都完全可以提升到什么？提升到一个人生的最高境界。好，接下来叫做最高峰会议。2015年的12月，我在想，如果要做瑞威，我们本身一定要想一些东西，什么东西？脱颖而出。那脱颖而出呢？最高峰会议呢，就是瑞威的很重要的会议。而这个会议呢，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会议，一定是有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参与的时候，那表示这个会议一定有它的地方，让人家需要的地方。所以呢，我在2015年的12月份，我去参加了这一场的最高峰会议。那每一次的会议呢，其实我都拿到了很大的力量。举例刚刚的表扬大会，在2015年的3月22号那一天，我进到了会场，我看到了1000人在会场，我看到那个场地非常的漂亮。那当时呢，我们的总裁最后一个上台的，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讲了什么话呢？我记忆非常深刻。他说：“各位，如果开公司简不简单？开公司简不简单？很多人说不简单，但是其实开公司很简单，你只要5万块、10万块拿去记起来以后就可以开公司了。可是如果要开公司呢，是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能够自己给的力量。哇！一听完给，我听完说，怎么这个老板是用给的想法？他说，很多人如果开公司是独资跟合伙，那如果是合伙就代表我给不起。那总裁说，如果合伙是给不起，但是如果独资才是给得起。什么叫给得起？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分享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等一下讲完我再来分享给大家。那当时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给，那给的时候还要讲一句话，他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那这个呢，是我在做中介的一个心态，我就是财聚人散，财散人就聚。所以当下的时候，我听完这个老板的讲法，刚好就是我心里在想的东西。那他讲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咦，我又拿到一起力量，所以我愿意全职的投入。在投入的时候呢，在2015年的6月那一个月，我2015年1月加入这家公司，2015年的6月那一个月，我就创造了我们团队的1000万营业额。那一场的高峰会议呢，就是因为我有往上的突破，所以我达成了公司的聘阶，叫做孔雀领队。有时候我在短短的从加入到完成孔雀领队是9个月。那这9个月的时候，我得到很大的力量。那最重要的是这一场的最高会议，本来是我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我就是想成功，请你一定要记住啊，千方百计，不管花多少代价都要成功。那这就是呢你的机会。所以当我去参加这场会议的时候，是在哈尔滨。那哈尔滨的时候呢，当天我又在那个会场的感觉，那个会场呢，就像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一个股东会，或者是一个国家大会一样。那分享者呢是站在中间的。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我会想，哎，我好像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哎，好像是公司的董事哎。如果这家公司这么大，一年创造了600亿营业额，你成为这家公司的董事，好不好？哇，那种感觉真的尊荣无比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最高峰会里面，我又听到了一个东西。这个老板为什么让我非常佩服？因为我们要合作一个生意，一定要了解这个老板在想什么。这老板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各位，
很多人会想，我是老板，所以呢，你们是靠我吃饭。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我不会这么想。我的想法是，我如何把这一锅饭做得非常的好，而我负责我的部分，你们负责你的部分，让这一锅饭呢可以更多人受益。而我的部分呢，就是把产品做到最顶级、最好，让大家呢可以对这个产品呢可以接受。那各位，绿味这家公司的产品，从第一代变第二代，变第三代，变第四代，变第五代，变第六代，现在已经达到第六代了。那最重要的是，第六代里面，从第一天把价格定下来，一直到现在的第六代，完全没有涨价。你觉得这个老板向上疯子？来给他掌声一下吧。因为涨价是合理的，可是他竟然没有涨价。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讲了这句话，他还讲了说，全世界的每一个分公司，所有的登记的负责人，通通是我本人。如果有问题，我全权负责。哇，听到这样的老板，应该找不到了，对不对？哦，所以如果今天你来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有福气的人？好，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什么？最高会议这样的会议将在下个月，也就在纽约举行。那我也这一次也拥有这样的资格一起参与。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变成完美的一个人生，就在这个地方可以来让你拿得。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因为它还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善用工具。这工具呢，包括有第一个，我们有这样的一本册子，这本册子呢非常的重要。而这本册子呢为什么重要？因为这里面讲出去的东西就是非常的专业。因为这样的专业的东西，如果要去分享，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因为只有一种产品，所以要分享很容易。所以用这一本册子叫做 OBP 本，而这个册子里面呢，就有讲述到专业的东西。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有一本政商，这本政商呢，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的玉恩飞马领队3，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封面人物，再给他一个掌声。他从加入我的时候告诉我说：“金大哥，我不做的。”那为了我跟他讲要做的时候，他还专程跑到哪里？跑到龙山寺去保杯。在保杯的时候，那个杯跟他讲说：“黑没杯啊。”那没杯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没有杯？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把4大技术放在桌上。如果4大技术给他放在桌上呢，应该会有杯。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呢，这一些神明呢，都是做轰火轮的啦，或者骑那个赤兔马的啦，所以呢，这个是过去的。现在都已经飞机、喷射机了，那这种技术他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杯呢？结果我们的飞马那个冯义恩，也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当时跟他讲，如果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因为爱漂亮，所以他就开始接触这样的产品。而在第1年，他拥有了什么？拥有了买了第1栋房子在内湖。接下来，他在前年买了一台车子，叫 i8 跑车。那这个是公司给他荣升为封面。各位，这个封面人物，你随时可以成为一个杂志的封面人物，成为杂志封面人物呢，非常了不起。那这一本就可以让你去介绍给别人。刚刚我介绍冯义恩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人说，她是来自于荷兰的女孩，嫁来台湾，没有人脉，刚开始就只有3个人，还有1个人专门来捣蛋她的，一直跟他讲不能做啦，跟你讲这个不行啦，这个不好啦，一个专门来捣蛋的。接下来口才没有，为什么口才没有？因为他讲话这样的距离你听不到他的声音。接下来他拿麦克风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在上个礼拜，他在香港讲得非常好，在香港呢讲了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分享会，由他自己亲自分享。所以呢，这样的一本书呢，可以让我们去把我们这里面呢成功者去介绍给更多人。好，那接下来就我刚刚讲的这个生意叫做富豪们的秘密。那这本书
在场的第一次来的，请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的看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也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也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当他在无助的时候，举例，很多人在病房门口跪下来求医生说：“请你救救我的家人好不好？不管花多少钱，不管用什么方法，几趴，请你救我好不好？”但是也许医生也没办法，束手无措。但是我们这边就很多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在过年前我去参加了一场尾牙宴。这场尾牙宴呢，是有一个大哥就坐在我正对面。那坐在我正对面的时候呢，他是在去年的6月接触我们，由我的一个伙伴把他带来会场。带来以后呢，他听完以后就没有管他了，就回家了，也没有买，也没有任何的想法。结果在8月20号的时候，他人中风了，整个人呢急诊送到医院。就送到医院以后，他还没有吃这个产品，是在9月1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他的老婆说：“你要吃这个东西。”结果后来他就吃了。那吃了呢，结果那一天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是呢，他就分享了一个很让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他说，当时跟他同时住院的对象也是中风，同样的条件。那这个条件呢，在当时他们没有接触这个机会，但是呢，他接触这个机会，结果现在他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跟你聊天。结果呢，另外一个人他现在口水还在流，走路还是100的。所以这样的资讯重不重要？那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告诉别人，你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3本的工具呢，你要善用它。接下来我要谈到，很多人说，做一个事业，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受益？很多人说，做生意应该只有部分的人可以赚到对的钱。很多人说，只有有能力的人，他才可以拥有这样的结果。那我们来看下一章，这一章呢叫做9代传承，5代飞马。不是我的能力强，而是我愿意负起责任。那这个里面呢，第1章是我。那我本身经过了4年，被我们的推荐人邱彦豪，他一直告诉我这个生意可以做，我一直拒绝他。接下来让我看到了我要的，我投入了以后，我介绍了第2个人，就是冯义恩。这个冯义恩呢，他本身当时也是不要的，而现在也坐在这个地方。第3个人，他介绍了我们等一下的分享者，我们的范明俊，他本身是一个营造厂，1年有4亿的营业额。因为这个产品感动了他，让他的自己的公司全部做了，从出社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做的公司把他关起来了。他的老婆也在会场，也成为我们孔雀领队，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一个事业。那接下来是一个陈荣利，刚刚已经讲过了。那接下来一个何海玉，何海玉底下还有一个黄子晴，孔雀领队。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王琦。那王琦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也要特别推荐一下。这个人是叫做后炳仁飞马领队。来，后医师在哪里？来，后医师本身是新北市的牙医工会理事长，那他今天也来到了会场，所以他也是成为我们的飞马领队。接下来另外一个叫做王佩如，那这个呢9代传承，没有一个断掉的。也就是说，受益者呢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各位很多人会认为你有没有能力重不重要？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为你负起责任。因为我做这个事业的时候，我把自己定位为这家公司，我就是老板。那每一个人跟我合作，我就要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只要他愿意努力，他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只要他愿意努力，他就可以这样结果。所以9代传承呢，是我本身在这个团队里面去创造出来的。那现在已经是6代飞马，不是5代飞马了。那飞马呢，不是只有一条线5代飞马还有另外一条线呢是飞马，包括第一个叫冯义恩，冯义恩的底下还有一个何令丽，何令丽还底下还有一个王丽娟。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地方，
是不是你今天很不容易在这个福气之中来到这个会场？我不知道，但是我来分享给你听。好，接下来我来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Year 2019 will be a very important beginning year for Riway. The future of Riway in the coming year will start from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of our company employees in January. This time, the location of the annual staff meeting, the company final decision was to go to South Korea, Seoul. Sanayo. 감사합니다요.我从这个大门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吓了一跳。我在想，是不是飞马之夜所有的细节上的安排，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就好像我们公司一些领导人付出很多代价，做了几千万业绩的人的那种晚宴。由此可见，在公司里面有人觉得这一群人很重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2019年将会是 Riway 的开始，那个开始呢，将会是从今天这里开始。过去的10年 ，Riway 为什么能够走来今天？绝对不是1、2个人的这样的功劳，绝对是一个团队，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的一些付出。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还有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给他们多少钱，他们都不会想做，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不过他们做了，也只有一种人会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自己人。你们都是自己人。刚刚是我们的总裁，有没有可爱？这个总裁真的有一点佛心来的。那这一场的活动呢是员工尾牙，那这一次是办在这个南韩的首尔。那这一场活动里面呢，要陈述的是什么？这一场活动，Riway公司给的力量有多大？
在这所有的员工，包括来自8个国家，已经产生了将近有14位的副总裁、副总监以及总经理，来自于驻点到各个国家。请问这个事业的理想平台，如果是能够做到全球的，请问这个平台是不是你要的？有很多人想要做一个国际性的生意，那这个地方就是国际性的。好，那这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是我觉得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因为瑞威公司给是一个很大方的，所有员工里面，在有38个人，去年的年终奖金达到30个月。有没有去想过一件事情？你去上班，上了1年，竟然可以拿到将近2年半的一个薪水，而这个老板愿意这样的给。那如果这样的老板愿意的给，那这个时候如果假设你成为我们的一起合作的伙伴，那接下来就有一件事情，努力的方向很重要，选择是比努力更重要的。如果你那个方向不对，走到了不同的地方，你要去思考，现在5年后、10年后，你现在的人生是不是5年后可以调整过来？你的5年后的人生是不是可以改变你自己？可不可以让你每一年过年可以很轻松的让很多人因为你的改变而让他们也跟着改变，让他们很快乐，因为你发了红包很快乐，所以他们也很快乐。所以选择是比努力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来选择。那成功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目标，而失败的人看到的总是障碍。你也以为你不行，你不能，那是要告诉各位，没有不能的，没有不行的，因为我可以，你就可以。好，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开始必须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首先，第一个，设定好你的目标。设定好你的目标以后，全力的以赴。什么叫全力以赴？做到老天爷跟你自己都感动，叫做全力以赴。不要把自己太安逸，让你自己全力以赴一次，去拼出你的未来人生。接下来使命必达，一定要让自己设定的目标一定要达成。我们可以，你也可以。世界上最强的力量就是相信。各位，你相信吗？今天我分享了，你相信吗？如果相信，恭喜各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给各位正面、正直、正派的一个演讲。我期望各位在我分享完以后，你的人生因为此次的这个参与而改变你的人生，让你周遭的亲戚朋友也改变人生，好不好？那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感恩大家。好，再一次的掌声给我们的飞马领队2林金莹。哦，的确的，讲得非常对。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想要选择一个事业的话，那必须要很小心，你说对不对啊？好，因为在事业上的打拼，基本上可以说是我们人生过程中占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把我们自己很大部分的时间也投资在这个事业上，所以当我们选择这个合作平台的时候，难免会考虑很多。你看，我们从小念书、读这么多年，哦，甚至去了大学，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想要期望着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哦，我们曾经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当要选择一个平台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要很注意。那么我个人觉得，一个平台是否好不好啊，尤其在一个直销平台里面，是要看这一间公司和领导人是否有站在同一个方向上。
试想想，如果说一个载体充满着水，而如果每个人从这个载体里面，每个人都拿水出来，一人拿一点，一人拿一点，很快的，那么这一个载体的水就已经会没有了嘛，是不是啊？如果相反过来，如果每个人贡献一点点，不用很长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载体的水将会满出来。所以直销公司 Reway 就是这个载体。你不难发现到，在 Reway 里面，领导人和公司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不难发现到，很多领导人，包括很多公司的伙伴、员工，包括管理层，都拼命为了这个载体，一直的放水进去，才有了 Reway 今时今日的辉煌的成绩。你试想想，如果说这里站着一个人，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面都在用力的拉扯的话，那么有没有办法往前走？没办法往前走，对不对啊？如果相反过来，如果两个方向都是在推的话，那么肯定的，我们能够跑得很快，你说对不对啊？所以 Reway 就是一间这样的公司，所以我个人也是有很深的感触。作为公司的一员，那么从我加入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刻，基本上人生可以说已经改变。最值得让我骄傲的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每个人都想要的让身边的人更加的欢乐，更加的开心，更加的成功。所以今天早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趁着这样的机会说，让我们继续的来相互的提醒我们大家，去珍惜这样的一间企业，你说好不好？